上一期我讲了厨房里的酸，日常生活里有3种酸的用法。今天我讲甜，甜这个字也有3种用法。第一，形容味道，味道，西瓜真甜，西瓜真甜。巧克力真甜，蜂蜜真甜。我们在形容味道的时候，不会只说西瓜甜，听起来就很像机器人。给这句话加一点灵魂吧，用副词，比如真，还有好。这个西瓜好甜啊！这个西瓜好甜啊！这种味道的甜也会被当作一种隐喻，比如说生活里有苦，当然也有甜。先苦后甜，这个词的意思是艰难的日子过完了，美好的日子就要到了。先苦后甜，比如加班了几个月，终于完成了一个项目，可以休息一段时间，就可以和同事说：哇，真是先苦后甜啊！接下来我们好好享受假期吧。真是先苦后甜啊！先苦后甜。第二呢，是形容说话，嘴甜，嘴甜，意思是说了那种夸奖的话，嘴甜。比如，你今天穿这件衣服，显得你更美了，这样就是嘴甜。听到这句话的人，可能就会说：哇，你嘴真甜，抹蜜了吗？嘴真甜，抹蜜了吗？这样回复别人其实是开玩笑的，嘴甜没有恶意和贬义，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，抹蜜了吗？就是把蜂蜜抹在嘴上，说出来的话就像蜜一样甜。什么叫抹在嘴上呢？抹口红也是这个动词，也可以说涂口红。抹、涂这2个动词呀是一个意思。涂就是涂鸦的涂，没有抹字这么优雅。这2个字的搭配是这样的：抹点蜂蜜在面包上，抹就是小心翼翼的，小心翼翼，这样就是小心翼翼。把包裹上的电话号码涂一下，就是为了保护隐私。涂一下，涂就很随意，随便涂黑，看不到数字就行。涂黑。好，我们回到嘴甜。有些人呀，会在背地里面说别人，他呀，嘴挺甜的，很会拍领导马屁。嘴挺甜的，拍马屁。对呀，嘴甜如果和拍马屁放在一起，用来形容一个人，意思就是这个人很懂得讨领导的信任。这样呢，这句话就是贬义了，因为拍马屁就是比较负面的贬义词。拍马屁一个词的意思呀，要把它放在整句话里和上下文一起理解。和嘴甜差不多的日常用语
还有会来事儿。会来事儿，比如生活里面可能会这样说：新来的那个实习生真会来事儿，真会来事儿。他太会来事儿了，用不了几年就能当主管。会来事儿，你挺会来事儿啊。太会来事儿了。会来事儿。我再来讲一个成语，甜言蜜语。甜言蜜语，意思也是嘴甜。这个词的用法，字面虽然是中性的，但是生活里面呢，通常会被当作贬义词来用，也是要结合整句话来看，还有对话的场景来去理解。区分的信号有2个，副词还有否定词。副词，比如说，他总是甜言蜜语的，总是甜言蜜语的，总是就加了一个限定，意思是也不知道有几句真话。我说了总是这个副词，就会让整句话的感觉有负面的意思。他总是甜言蜜语的，总是甜言蜜语的。还有，你别被他的甜言蜜语给骗了呀，别被他的甜言蜜语给骗了，别被甜言蜜语给骗了。整句话的意思是否定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甜言蜜语就变成了贬义。别被他的甜言蜜语给骗了呀。第3，形容感受，就是舒适、愉快。比如说，他睡得真甜，他睡得真甜。哇，笑得好甜啊，笑得好甜啊。这些表达也是在形容感受。比如说，人美歌甜，人美歌甜。看别人谈恋爱好甜啊，看别人谈恋爱好甜啊。看到某个人，无论他是男女，都可以说，哇，好甜啊，我被甜晕了，好甜啊，好可爱呀。甜就是一种形容词。最后我说一下，有些甜甜的歌词，我感觉只能当作是听力练习或是单词量的扩充，建议不要随便把歌词里面的话放到生活里面。我听过有人说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其实你喜欢怎么说中文都可以，我们能听懂，也能感受到你的善意。口语里面的用词非常简单，就类似我去超市里面买水，说 Water, thank you。 但是我说这么长一句就很奇怪。好，我总结一下，甜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味道，也可以用来形容别人，还有自己的感受。当用来评价别人说的话，可能就有贬义的用法，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。形容别人长得甜，还有别人行为甜，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的感觉。这种就说好甜啊，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一般呢就比较正面。好，拜拜。